大家好，我是 WS 巴特的 Andy。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等等，这不是我2个礼拜前的影片吗？没有错，在2个礼拜前，我发布了一个影片，是关于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遇到的一些不同的新马文化差异。在我的后台数据也看到了，大家都蛮喜欢这类型的影片，所以今天的影片是分享我用 VTL by LAN 的一些路程经历。影片开始。连 VTL 呢，其实很多人一开始都很乱。在我一开始要回来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多东西，我等下准备不好啊，会不会给马来西亚 block 这啊？连不让我们回来，不让我们进马来西亚，那只叫我们回去新加坡。因为这些东西在各大的 Facebook 的一些群组里面都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都非常的不明白，大家都担心嘛，因为很久没有回去，连这个东西 VTL 又是第一次接触了，不像我们平时每次拿一个 passport 那样子就过 custom。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做4样东西罢了。第一，如果你是在新加坡打了针，你一定要去那个 Notarize 那边 download 那个 cert， 而且是要有3个 QR code 的，那个就是你的疫苗证书。第二个的话就是巴士票，现在目前只有 Transstar 还有 Causeway-Link 2家有在卖吧。Transstar 在 Shopee 也有在卖，所以有3个方式可以买得到这个巴士票。第3样就是买 Safe Travel， 这个买 Safe Travel 就有一点像是你入境的时候你必须要填的一些问题，它需要你把你的 Vaccinated Cert submit 上去这个 My Safe Travel 里面。还有就是在2天前出发之前，你们要自己去做的一个 ART Pre-Departure Test， 这个 test 也是其中一个文件，就是第4个文件要 print 出来了。连这个第4个文件 print 出来的时候，你也同时要上传到这个 My Safe Travel 里面，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 Vaccinated Approve 那样子的感觉。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样子，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就是这2个。Verify， 一个是 Vaccinated Cert， 一个就是那个2天前要做的 Pre-Departure Test， 所以就是这4样东西啦，疫苗证书、巴士票、My Safe Travel， 还有这个2天前的 Pre-Departure Test， 这4份东西都必须要 print 出来。然后还有就是身为新加坡人的你，还有一样东西你要准备了，就是 Travel Insurance。Travel Insurance 的话，我是有买2种，一个是普通的 Travel Insurance，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COVID Insurance， 这个你们可以去上网找一下。所以新加坡人的话，除了刚才那4样东西，再加多1样这个 travel 保险，还有这个 COVID 保险下去，5样东西就可以来马来西亚了。然后当天呢，我建议你们找一个45分钟到半个小时提早到那边就好了。比如说你是 Causeway-Link 的话，你就必须要到Queensway 还是 Queenstown 那边上巴士。连如果你是买 Transstar 的话，你就在这个 Woodland Bus Interchange 就可以了。他们是需要时间去帮你们一个一个 check 文件，他们那边人会，刚才我说的那4个还是5个文件，他们都会一个一个去看。连看了之后，他们那边要做 register 完了之后，然后你就会拿到一个车的号码，就是会写一个巴士的车牌，还有你的座位的号码。它墙壁那边会有粘着一个 code，scan 那个 code， 填了资料，然后你下面有的方式去选，你要给 cash 还是你要用卡给。我当时是选 cash 啊，所以是60块钱。所以填了之后，你就是等巴士来。巴士的话非常准时的开车，那边的工作人员也很好，他会帮你们拿行李进去那个巴士的底下那边，在巴士上等到12点40分准开巴士。所以千万大家不要迟到。在新加坡 checkpoint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不需要拿你的行李下车，你只需要拿你的 passport 下车就好了。去到上去 scan 了 passport 就下来，再坐回同样的巴士，然后就过长堤到马来西亚。重点来了，现在是到马来西亚了。马来西亚一下车之后，要用那个 MySejahtera 的 apps check in 他们的那个 QR code。你没有上网，你没有 data， 没有 WiFi， 你都可以用这个 MySafe Travel 来 check in 的。check in 了之后，上去就是 scan passport 的。scan passport 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4样东西，他们的官员会去 check， 然后跟你的 passport 一起 scan 了之后，你就出来，就到检查那个 bag， 过后就下回来下面坐回同样的巴士，那个巴士就会直接去到 Larkin。 在这个 Larkin 呢，一下车之后马上排队做 ART test。 刚刚我说了嘛，在新加坡巴士站排队的时候，不是墙壁上有一个那个 QR code， 就是要在这边用的。它会有分2、3条线，一条线是给 cash 的，
等一条线是用卡给钱的，等就照着排了。我是选择 cash， 我就排 cash， 排队去到前面，然后就是需要给他 IC， 然后IC 也是 passport 我忘记了，就是给他了之后给他钱，他就叫你去另外一边排队，渡了鼻子，在外面等一个10分钟到15分钟样子，你会收到一个 email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的，没有事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出来了。所以这个 VTL 的过程就是这样子罢了，非常的简单，所以大家不要想到非常的复杂，但是要注意，我是在2020年的1月23号回的，所以那个 law 之后会不会再改变？ Finally Andy 回来了，这样开心嘛？最后只是回来新加坡吧，好吗？我跟你讲，我新年在这边过极险，然后我初3就开工了。这条水呢自己回，又不要帮我买 VTL ticket。哎，讲到 VTL 的话，我今天就是要来跟你们分享从马来西亚回到新加坡的一些 VTL 的心得路程。我最近是有买到 ticket 啦，但我也是有一些好奇啦。如果从马来西亚回来新加坡啦，要经过一些什么样的process？因为可能马来西亚 system 啊，我不知道去哪里 submit 啊。马来西亚回来新加坡，其实你在前2天你一样要做那个 pre-departure test 的那个 kit 是寄去买的嘛，一定吧？因为马来西亚的市场上面有很多种。因为我做那个 pre-departure test 是要用那个 CLEA 那个 apps， 因为它在那个 app 上面有讲它可以接收是什么牌子的 kit， 所以你只要跟着上面，你去问马来西亚的，像 pharmacy 啊，问你other 的，大多数啦我去到啦都会有卖的，没有问题的。好像在新加坡啦，我们做 ART 是吗？我们要去医院要指明的 clinic 做，等于我们就拿到一张纸。像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话，是要怎样submit呢？我们要去找一间 clinic 来做啊，还是 ？OK， 很简单的这东西，你在里面做了那个 test 吗？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个 report upload 去到那个麦斯加德拉里面，就是马来西亚的，就是新加坡的 test together 啦，麦斯加德拉，它会自动 upload 上去的，所以你只是需要在那个 CLEA 里面做那个 test， 做那个 test 就好了。那个 CLEA app 它是一个 video 这样子的，好像你的电话这样拿着，然后你就要放在很远那边，然后你把你的 kit 准备好，它那边也会有步骤，它会一步一步教你，5分钟你去做完你这整个 test。需要另外给钱的嘛？要一次15块，在新加坡做的时候是50新币，是蛮贵一些的。当然有更便宜的30块都有，我是做到比较贵的。再加上你不需要特地驾车还是去找那个 clinic， 你在家里做就可以了，超级方便的。我觉得做好那个 test 后，你可能要等几个小时过后。OK， 因为他们这个 CLEA 的apps 里面的 clinic 是全马的 clinic， 好像我那时候做的时候，我的 clinic 是在 Perak 的，然后我是住在 JB。所以他就是全马的 clinic 会去看你这个 video， 你做的方式对不对？你用 kit 的对不对？他们看完了这整个 video， 他觉得你做的没有问题，然后你的成绩也是 negative 的，他就会给你一个 result。可能就是刚好哪一个 clinic 打空，哎，刚好到我了，刚好可以让还是不管是什么地区都不要紧啦，之类的。对，还有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些所有的文件，我从新加坡带什么文件去马来西亚，从马来西亚也带回同样的文件回来新加坡，加刚刚我们讲那个 CLEA 那个 result。OK， 我还有一个东西忘记讲，就是在进来新加坡的前3天，你们必须要去到那个 SG Arrival Card 那边申请，有点像白卡这样子的东西，它就是你新加坡入境的时候要填的东西，这个是必须的，不管你是新加坡人 PR 或者是 Work Permit 都好，都是一定要填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前3天还需要多一个文件，也是一样要拼出来。当天我进来的时候是吗？首先第一件事情，你在 login 车站的时候，你必须要拿你的 bus ticket 复印出来的是吗？去他的 counter 去换 ticket， 他有一个 counter 有专属 for VTL 的，换了 ticket 过后，他就会告诉你去拿你进去一个像闸门这样子，好像过 gate 啦 gate 这样子的啊，然后你就要跟着大队排队，会有一个人每个文件你交给那个人，那个人会一份去 check， 他 check 完文件你没有问题，没有少带东西的话就 OK， 你就是在那边坐着等巴士来。到了马来西亚 custom 过后，一样 check 文件，很普通的话，你把文件全部丢给他，他 check 了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了，一样下回来那个巴士站，坐回你同样的巴士，到巴士过后一样就是过场地了。然后到了新加坡 custom， 就是很普通的过 custom 的程序，过了过后他就会 check 你的 bag， 在这一边 check 你的 bag 的时候是吗？如果你们带错东西的话，你就会影响到你整辆巴士的人要等，因为可能你带东西进来，他们要还 tax 这样子，所以你就被叫去 tax office 啊，又要等又要排队，每个人要等着你这样子。到了 custom 下来了过后，你就坐回同样的巴士。我是坐 Causeway Link 的，所以我会直接去到这个 Queen Street 那边。去到 Queen Street 一下车罢了，马上就要坐那个 ART 的，它就是直接停在一个
tent 这样子一个白色的 tent， 然后里面就是做 ART test 的。哦，我以为还要另外再 booking 的呢，不需要，不过听讲啊，现在的 law 好像换掉了。好像是不用了。对我记得对的，现在好像是那个巴士站那边是没有这个东西了，你们必须在同一天的时间之内去做就好了。我的那个时候就是一下了巴士，马上去做那个杜比的 test， 然后这个一进要去里面填写你个人的基本的资料，要注意不可以给 cash， 新加坡不会收 cash， 因为我刚才有讲，马来西亚是60块是收 cash 嘛。或者是用卡给钱，新加坡只可以用卡，给了钱过后啊，然后你就会拿到一个那个小sticker那个，然后就进去那个房间做那个 ART test。这边的 ART test 哦，没有尴尬 serve 你的，没有尴尬 serve 你的 self ART test。当然它会有一个像 supervisor 那样子看着你做啦。OK 做了那个 self ART 过后，你会有自己的一个号码。就是你在给钱的时候，他会给你自己的一个排队的号码 number 这样子啊。跟你去到 waiting area 在等着的时候，有一个大荧幕这样子，然后你就等你的号码出现在那个荧幕，然后过后你就拿你的成绩，你的成绩会 send by SMS， 你会收到 message， 然后就把那 message 给那个在荧幕旁边有一个 counter 一个人给他看，你是 negative， 你就 free。然后我回来的时候的头7天头7。都还要自己去做肚鼻子 ART test。Before 你要出门之前，每一天，现在的 law 是不同的了。我以前的时候还是这样。现在不用了，现在对可能我觉得要再更仔细的话，因为这个是 Andy 之前回的那个情况，可能现在有稍微做一些少少的更改。不过那些 information 我觉得大多数都在那一边，都在那边啊，差不多都一样的了。听了大概懂我从马来西亚回来要讲，因为其实我还蛮担心的是马来西亚的那一部分罢了，因为我不知道回来万一我没有做好是吗？等我回不来做工是很打击的事情。对，就很多人都蛮担心这点了，对准备的不够好，文件有什么错，还是有什么 test 没有做到。可能觉得我们的 video 还没有很仔细，你们可以去下面呢。我会放一个从 CLEA 来的一个影片的 link 在下面，那个是告诉你整个过程你必须要怎么做，你的电话要放在多远，还是要买什么 kit，他那个 video 都会有教，我会放在下面给你们。还没有回去马来西亚的朋友们，赶快看我们的影片啊，去 study 一下下面的 link 啊，赶快去买票，最放心抢到票钱。OK， 最重要大家都安全，可以回来回去就可以了。OK，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啦，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没有配到了，买一下。拜拜。OK，好，收工。